Meta 会因为有人把 Quest 游戏破解移植到其他 VR 设备，就终于坐不住重拳出击管盗版吗？这问题我上半年私信里真的被问爆了。自从俄罗斯大佬把那款移植破解工具放出来之后，越来越多非 Quest 设备都能跑 Quest 独占游戏了，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Meta 一旦发现肯定要出手整顿盗版了吧。但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要是算上这工具早期测试阶段，其实都快1年多了，该有的影响也差不多沉淀下来了。我就问一句，这1年你有看到哪个国外稍大一点的 VR 媒体或者博主认真把这款破解工具当成什么行业地震来聊吗？完全没有，更别说 Meta 自己了。原因其实特别简单，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有一天，小明跟杰克说，我终于在 Pico 上玩到 Quest 的破解游戏啦。杰克听完一脸问号，你既然都想玩 Quest 的游戏了，又不想花钱，那为啥不直接买台 Quest 自己也能玩破解啊？小明一时语塞。其实很多人和小明一样，是下意识把我们国内的使用习惯给带入了，总觉得 Pico 如果能玩 Quest 的破解游戏， Quest 就瞬间不香了，国人图个方便就不买 Quest 了。Meta 发现销量跌了，肯定要严打盗版。但要想触发这套连锁反应，有个大前提，其他头衔厂商你自己得先有点东西，你得有吸引用户的核心卖点，才可能靠这种灰色移植借力打力抢占市场。退一万步讲，如果真有一个厂家能跟 Meta 掰手腕，比如 Pico， 他反而得主动限制这类破解移植。为啥？因为对 Meta 来说，与其防盗版，不如直接告你非法竞争。你 Pico 作为字节旗下的公司，就算你装不知道老美想搞你，还不是轻轻松松。而在海外主流市场， Quest 的用户本来就能正常用，破解移植这事根本激不起什么水花，甚至还有人会觉得你这不就是玩我们剩下的吗？自己没游戏还破解过来显摆。所以你看，这个破解工具真正能引起讨论的，其实只局限于那些根本没有 Quest 国行的地区。再说的直白点，国内的 VR 玩家基本就分2种，一种搞不定网络条件，他们本来就会选 Pico， 有没有 Quest 破解游戏，只是给他们多了一个游戏选择；另一种搞得定网络的，他们迟早会为某一款游戏入手 Quest， 只是时间问题。再加上 Meta 压根也没把非国行地区的销量真当回事，在现在 VR 市场还这么小众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销量迁移。说到这里，我也得提一嘴，最近一次系统更新之后，有些国内用户发现未知来源找不到了，只要没连国际互联网就不显示，于是有人又开始被害妄想，觉得 Meta 是故意防破解。拜托，这纯属想多了，是因为我们在国内连不上 Meta 服务器好吗？海外用户可是一切正常， Meta 防破解还专门防没国行的地区，所以这种情况纯粹就是 bug。 你换个角度想， Meta 的系统工程师平时都在正常网络环境下工作，他们怎么可能特意模拟连不上国际互联网的场景去测试这个 bug？ 根本不会往那方面想，好吧？更何况比起5年前 Quest 2那时把未知来源藏得深深的，现在 Meta 已经把它放在系统侧边栏，跟官方商店并列了。对没网络问题的人来说，玩破解反而更方便了。另外，别以为老外不玩盗版，事实上你在国内网站下载的 Quest 的破解游戏几乎全是老外搬出来的。 Reddit 上甚至还有专门讨论 Quest 破解的板块。游戏开发者和 Meta 自己其实早就清楚盗版的存在，根本不存在某天 Meta 一觉醒来突然发现盗版就要严打这种剧情。有趣的是，现在 VR 圈有个现象，内容生态越好的厂家反而越不担心盗版。 Meta 除了常规的在线验证和一些基础防盗措施之外，从来不会在系统层面往死里防破解，而是把选择权交给开发者。因为 VR 一体机游戏本质上很像 PC 游戏，只要开发者不用低加密，基本上就是秒破加离线运行。就连索尼的 PC 游戏，比如那些曾经的 PS 独占大作，也大多不做特殊加密，一发就破。说白了，玩破解的人就算游戏没被破解，他们大概率也不会买正版，这一点在海外游戏市场是一种共识。所以你对比 PC 游戏销量时，其实大家早就把破解带来的销量影响算进预期里了。甚至有些 indie 独立游戏反而因为破解版流出吸引了更多关注，口碑传开之后销量还涨了，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长尾效应。Quest 在国外就是因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市场认知，破解与正版并存，但付费人群的比例仍然足够高，支撑着 Quest 商店收入持续增长。
但我们国内市场还远没到这种阶段。拿 Pico 来说，过去每更新一次系统就多一道防破解壁垒，搞得用户每次升级前都要互相问，更新了还能玩破解吗？针对这种现象，一般会出现两种观点，一方说不防破解，厂商和开发者没收入，生态活不下去；另一方说悄悄留个后门，反而能促进硬件销量。同理，如果 Pico 放任移植 Quest 破解游戏，有人会觉得这是优势，既有本土化内容，又能蹭 Quest 生态，买 Pico 的人肯定会变多。但这种 NTR 行为一旦成了习惯， Pico 很可能就永远活成了 Quest 的替身。某个游戏还没在 Pico 商店正式上线，破解版就已经满天飞了，用户都免费玩上了，谁还要去买阉割和谐版？海外开发者看到自己还没移植的游戏已经被破解了，又会怎么想？所以从厂商角度看，移植破解 Quest 游戏这件事不见得是 Meta 需要烦恼的，至少在安卓 XR 成气候之前不是，但这反而可能是 Pico 未来要面对的隐患。很多事情就像双刃剑，在不同阶段作用完全相反。也许在当前国内 VR 市场半死不活的情况下，放任用户玩破解 Quest 游戏对 Pico 有点好处，至少多了一个卖点，不用花大钱搞内容也能提高用户开机率。可一旦未来国内 VR 游戏市场走上正轨，要靠软件赚钱的时候，这些破解游戏反而会成为定时炸弹。这几年我一直看到有些 Pico 用户天真的认为 Quest 卖得好是因为不管破解， Pico 卖得差是因为管太严，但他们没想过因果也可能是反的。Quest 是因为卖得好，游戏多才不用死防破解，而 Pico 是因为卖得不好才不得不严防死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正好可以观察，有了移植破解 Quest 游戏这条路， Pico 销量会不会真的暴增？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破解工具不是只能用在 Pico 上，像玩出梦想这类安卓头显也能用。我之所以提 Pico 只是拿它举例子，所以我不想到时候评论区又变成 Pico 用户和 Quest 的用户互相吵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出点未来了， VR 一体机要想持续保持活跃，最终还得靠免费加内购的多人社交游戏。单机付费游戏反而更多是生态辅助，等到免费游戏的制作体量和画质都上来之后，单机游戏被破解的影响也会重新被评估。当然最后还是需要正确的声明一下，我们当然还是需要支持正版，这样才能构筑健康的生态循环。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出于多方面的原因，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盗版游戏、盗版音乐、盗版电影电视、盗版服装球鞋等等。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在满足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都能够支持一下自己认为值得的非刚需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永远关注最一线 VR 游戏和 XR 技术应用的 Loading VR 载入圈。如果你也是对 X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么下期视频再见。